人死後會經歷什麼事情？今天一起地府一日遊，有兩個靚仔飄下飄下飄下，有冇嘢啊？冇嘢啊？有冇錢啊？冇啊！除晒你啲衫，加住個枷鎖打你啦！哇，很慘！你去到城隍，註銷咗你個戶口，封到鬼城。個安檢巡講話會攞出兩本簿，善惡可唔可以打點判官啊？危險！睇下邊個判官。孟婆嗰個湯有好濃嘅，有好稀。如果是其他的橋，咪做翻小強咯，一錘啪啪，即刻輪迴。進入咗九齒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咁於是咧，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師兄啊，我們又要到了農曆7月15中元節。大家平時都說這個是鬼月呢，會燒紙祭拜祖先，要忌口，有很多的禁忌。那麼我就想到了一個大家最為關心也最為神秘的問題，就人死後到底會經歷什麼事情呢？是不是一閉眼馬上就會被鬼差抓走了呢？是不是真的會有閻羅王和18層地獄？那麼今天我們就來一起地府一日遊，如何？哇！呢個咧都講唔明嘅，但係咧，其實呢方面嘅嘢咧，我已經好熟悉㗎啦，因為喺我嘅夢境裏邊咧，自己都 run 過一次㗎啦。我覺得你做夢就去地府啦？唔係，係成個經歷。嗱，當子耀你係啦，唔好意思嚇，因為講人哋唔好意思啊嘛，講你就冇所謂。我就是作為一個這個案例啊，案例係啦，你就咁唔好彩啦，咁就即係被抓走啦，係啦，20幾歲就死咗啦，係啊，跟住咧，因為我小時候真的有瀕死體驗。OK， 嚟啊！因為我10來歲的時候呢，冬天洗澡啊，家裡面是用那種管道煤氣，那個煤氣有點泄露了，然後我整個人就是突然一下昏倒在我們那個家的客廳。OK， 我醒來的時候我已經在醫院，我也不知道這段昏迷的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就相當斷片一樣。就很多人是說，哎，我看到了牛頭馬面啊，然後看到了這種什麼陰間的地府啊，我是沒有的。係冇嘅。如果你有記憶咧，你就走咗㗎啦。哦，好彩我是斷片了，係啦。OK。通常咁樣咧會黑暗，咁樣你見到一個時光嘅隧道，光嘅傳輸嘅隧道，跟住咧你就喺度，誒，我喺邊度？我是誰？三大哲學問題，先問一次先。我從哪來？係。我是誰？我要去哪？跟住你個本我、自我、超我出晒嚟啦。跟住通常呢個時候咧就會有兩個靚仔飄下飄下飄下飄過嚟。牛頭和馬面是吧？ No， 唔係，叫做黑白無常。哦，黑白無常。係啦。OK。黑白無常一嚟到之後咧，靚仔。該走啦！有冇嘢啊？冇嘢啊！有冇錢啊？冇啊！冇啊！佢就會拖住你行去好多啲有野豬啊、有熊嘅地方啊，好恐怖啊！你會覺得好恐怖啊！嚇我是嘛？係啦，如果你嗰陣時嘅屋企人已經知道咧，因為佢開始燒嘢俾你啊嘛，你開始就發現，有錢啦，嚟俾你係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佢會繼續帶你去啲荒山野嶺度，你又凍啦。又可能又除你件衫啦，又打我啦，又打你啦，係啊，你又加住個枷鎖啦，係啊，所以我哋成日都話有回魂咧，都係黑白無常帶你翻去嘅。跟住睇下你會唔會報夢俾屋企人啊？喂，準備好一餐飯俾我，沒錯，招呼下啲大哥先。對啊，先燒給他們啊，先招呼好他們，係啦，對我好一點。所以我哋話喺回魂夜嗰陣時咧，如果我哋啲先生啊幫你去計你回魂嗰日咧，喺邊個方位翻嚟？喺嗰度咧灑米啊，或者灑灰啊，其實係見到你嘅腳印。正常咧係見到鎖鏈嘅。鎖鏈。係，因為你唔俾錢啊嘛，你啊嘛，我把我壓過來是吧？係啦。哎，師兄啊，這裡面我突然想到一個這個，我們經常討論了4大名著，《水滸傳》，
係那個水泊梁山魯智深他在野豬林救了這個林沖，係對，他其實在路上就是被很多官差押解嘛。係對，如果說不是那個梁山好漢打點這官差的話，他路上就會受刑嘛。冇錯，你其實就係咁啦。人世間和陰間其實一樣道理，陰間仲犀利啲，總犀利。所以你要交代好你屋企人咯。我交代好知唔知啊我的兄弟，我的兄弟去救我，放心，我一定會嘅。啊，一定要去救我，知要救我。你就知你走咗先過我嘅。 OK，好啦，好啊，繼續終於啊，我幫你打點好啦。你去到城隍嗰度啦。城隍廟，哎，為什麼他第一站是帶我們去城隍廟呢？因為人走咗之後咧，你要註銷咗你個戶口先。城隍廟係管理呢個地方嘅人口噶嘛。哦，就相當於人真的去世要去派出所把身份證銷毀。係註銷咗之後啦，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帶你去一個地方。嗰個地方咧係東南西北有一座山嘅，嗰個叫做東岳嘅咩啊？東岳泰山係啦，係啦，去到東岳大帝嗰度咧，你會見到一座城喎，好靚嘅嗰座城叫咩啊？陰曹地府。豐都城。哦，豐都城，哇，很有名喎。係啦，好出名。咁我哋曾經喺一個地方其實有現實嘅場景㗎，叫做重慶豐都啊。哦，對啊，好像三峽工程把它淹掉了。冇錯啦，豐都鬼城。咁嗰度咧就係去到一個門口啦。啊，然之後第一步過安檢啦。呢個時候咧，安檢嘅人係邊個咧？牛頭馬面。哦，原來押送的是黑白無常，係安檢的是牛頭馬面。係牛頭馬面咧，係地府嗰度嘅本地居民。咁跟住咧，因為下邊啲閻王啊、判官啊搶晒嗰啲位啊嘛，所以豐都古城呢啲本地居民都俾啲嘢佢做嘅，就係檢票啊、過安檢啊。係啦，咁我哋落去要討好多人嘅話，你肯定帶好多架撐喺身上。冇錯啊，咁牛頭馬面，喂，攞錢啦！喂，有冇嘢先？有冇錢？有冇嘢先？係咪好需要錢啊？對，所以趕緊多燒一點。你要窮就好慘嘅，知唔知喺個地方？一定要上面嘅人多燒一點。係啦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會除晒你啲衫。師兄咪講咧，其實人走嘅時候係賺咗㗎。喺上賢道嗰陣時同我講咧，你嚟嘅時候咧係乜都冇嘅，你走嘅時候咧賺咗一套衫。咁你以為真係賺咗套衫咩？可能都冇埋。可能牛頭馬面都收走了。係啊，因為可能最值錢係你套衫。哇，很慘喎。OK，你亦都打點好啦，牛頭馬面呢個安檢都過咗啦。下一關。咁你終於見到邊個咧？叫做秦廣王。秦廣王。是判官的意思嗎？唔係，秦廣王係我哋落到去咧有10殿閻王嘅，第一殿嘅閻王叫做秦廣王。秦廣王，秦廣王會同你傾啲乜嘢咧？你係邊個？報上名來。報上名來。我係邊個？然之後咧，佢就會攞出2本簿，一個係你嘅做過幾多好事啦，同埋做過幾多壞事啦。善惡。跟住你就會喺呢度咧，你見到嗰2本簿嘛？好嘅係咁薄啦，唔好嘅咁厚啦。你就開始講，Objection，我反對，我不同意，係我冇做過，係我唔係，跟住就有判官啦，判官，我幫你去調查一件事先，鐘馗啊攞住個筆，拿這個判官筆去記錄下你啲咁嘅事，究竟係唔係？其實就係去審判你啊嘛，你犯咗幾多嘅罪，你做咗幾多個好事，咁你就可以受少啲罪啊，或者要受多啲啊。好像之前師兄講過一個這個觀點啊，就是其實很多人認為我之前犯錯了，我做點好事就可以彌補，其實不是的。唔係2本簿，2本簿，冇錯。那只有繼續做善事，不要做惡事了。冇錯，你只能夠將呢個積厚啲，對，呢個積薄啲。你唔係話呢個同佢呢個對沖嘅，唔係嘅。你犯咗罪，你以前就算係再大嘅善人都好，你犯咗罪，係咪呢啲善事可以抵消啊？抵消唔到。呢個係2件事，2條通道嚟嘅。跟住有啲人問可唔可以打點判官咧？你覺得可唔可以咧？我覺得有點危險喎，就是如果說你賄賂國家公務員的話，慘了喎。睇下邊個判官。看一下，還可以選。難道就冇咩？錢能夠使鬼推磨。如果你係有足夠嘅錢財，都能夠去減輕少少嘅。我錢夠多，我就可以取保候審。可以咁樣講啊，即係後人我想你過得好啲，因為你十惡不赦，所以我知道你一定係會舐嘢嘅，但我唔想你舐得咁犀利。咁就係咁咯。花錢消災咯。燒少少啦，係咪？或者生前嘅人啊、陽上嘅人啊，做多啲好事啊，幫你去彌補，呢叫回向咯。所以係陽上嘅人就能夠真係幫到先人去解決一啲問題嘅嚇。
咁完咗之後啦，一電願王完咗之後啦，咁我冇可能講到10電啦嚇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2、3個鐘都講唔晒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呢，我們這一集破10萬，我們每一店都講一集，好吧？咁我哋次次都係咁嘅標準啦。嗱，只要講咗呢句説話咧，呢一集就破唔到10萬嘅。我相信這一集會。OK，咁我加油我哋繼續啦，去到第一店完咗之後咧，去到第二店啦。第二店咧，其實就開始有啲叫做煎皮啊、拆骨啊、上刀山啊、落油鑊啊。上刑啦，開始。其實我哋講滿清10大酷刑啊，嗰啲酷刑好多都係地府上對呢啲惡鬼嘅一啲做事方法，令次其實就係地府上面嘅一個酷刑嚟嘅。沒錯，好啦，咁我哋就咁多個，我哋就唔會講啦。我哋直接去到第9殿閻王。佢嗰啲閻王咧，我覺得有啲比較特別嘅。點解特別咧？佢會好簡單㗎。佢其實有個台咧，叫上去叫望鄉台。佢唔係話去煎你皮、拆你骨，而係你人生之中經歷過最痛苦嘅嘢，俾你再經歷一次。身體嘅痛唔係真係痛。對啊，心痛才是痛。呢個感受嘅痛先係真真正正嘅痛啊，係咪啊？要你錐心之痛再經歷一次，所以你要經歷完咗之後，先到去第10殿。所以喺呢度咧，我會鼓吹大家修行。修行人咧，其實就係喺現世裏邊，將第2殿到第9殿嘅嘢咧，我哋喺人世間裏邊咧已經能夠睇透，去修持過啦。修行人係唔需要經過呢8。即係去到嗰個秦廣嗰度啊，你做咗好多嘢啦，亦都修得好好啦，亦都喺人世間明白好多事情啦。你直接去到第10個啦，2到9就不用去啦，唔使去啦。然之後嗱，第10殿咧，佢做乜嘢嘅咧？佢就係一個叫做，即係我知道你經歷咗呢幾段嘅歷程啦。然之後你接落嚟係咪可以做人咧？定係做畜生咧？選擇6道是嗎？冇錯啦。然之後咧，佢話俾你知，好，我判咗俾你，你好彩有條橋叫做奈何橋，要見到孟婆啦，係，要喝孟婆湯啦。跟住去到嗰度咧，你都仲要有錢，知唔知點解啊？為什麼？因為孟婆嗰個湯咧係有好濃嘅。同埋有好稀嘅，濃一啲咧，你就會將過去嘅所有嘅痛苦都忘記咗，好好咁做一世嘅人。但係咧，喂，錢唔夠啊！嗰啲料，我給你摻點水，是吧？係啊，咁你就會俾啲比較簡單嘅俾你。所以咧，有啲人嚟到，點解我前世嘅記憶咁深嘅？好似我咁，我之前肯定係燒得唔夠。點解咧？因為我覺得我帶住好多之前嘅回憶過嚟，究竟係好定唔好咧？咁又真係嗰句啦，睇你點睇啦。對啊，看你嘅想法。咁我哋話點解好多時候我哋遇到啲人，咁熟悉嘅呢個人我又記得嘅，呢度又好似我上一世嚟過嘅，就肯定係你飲過孟婆湯，飲得唔夠濃，跟住你就再落到嚟，再投胎做人啦。咁咧呢個係地府嘅一套流程。所以說孟婆湯奈何橋就是我們最後一步了。係，你可能如果是其他的橋，咪做翻小強咯。係啊，小強唔係唔好嘅。對啊，他醫生挺快的。係啊，一出嚟啪啪就死咗啦，即刻輪迴。OK，好，師兄給我們分享了今天的這一期啊，我覺得，我們用了一個很幽默風趣的方法啦，有很多這個段子啦，但是我是希望衷心的跟大家奉勸一句，就是在我們活着的時候好好生活，多多行善積德，珍惜當下。少造這個惡業，多積我們的陰德。那麼，中元節也快到了，我們要做很多的公益啦。因為我都知道師兄會帶領我們很多的信士啊，包括一些這個我們的專業的高公道長啊，去做我們的功德的超度嘛。係，咁我哋點解會喺中元節嘅時候咧，去建議大家做咁多嘢咧？因為咧呢個節日咧，大家好驚，又覺得鬼節，咁好多嘢唔敢做嘅，會害怕。咁巴菲特講過嘛，當人感覺到恐懼嘅時候，你要感覺到貪婪。點解咧？係你最好去賺功德嘅時候。沒錯，因為你可以燒街衣去超度十方，同埋放河燈啊，放河燈係最好去刷呢個功德嘅。因為咧好多嘅孤魂野鬼咧走嘅時候咧係嗰啖氣出唔到嚟，人係正常嚟講走嘅時候人又冇一啖氣啊嘛，都會放出去嘅。但係咧好多人就係枉死嘅時候咧就冇走到嗰啖氣咧，就成為咗陽間同陰間之間嗰個遊魂。中陰身，中陰間係冇錯。跟住咧
佢哋最容易浮遊喺咩地方咧？喺水嘅上面。哦，咁如果我哋想佢作為一個連接嘅話咧，我哋喺河燈上面咧點完個蠟燭，係啦，有啲嘅陽氣作為一個指引，佢就會接住呢個河燈咧，就去到一個比較好嘅地方。極樂世界。係啦，所以我點解話一去到中元節我係都要去做呢樣嘢咧？沒錯，我就喺度同大家科普下呢個方船啦、放河燈係好重要嘅。而且每年